博通交出了近乎满分的财报答卷，股价却在盘后遭遇了12%的无情涨价。这不是市场疯了，是你根本没看懂 AI 股的游戏规则。整个 AI 半导体行业的底层生存逻辑已经在2026年的夏天彻底变了。就在同一天，科技巨头谷歌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800亿美元融资，而巴菲特亲自选定的唯一接班人格雷格·阿贝尔，竟然直接砸下了100亿美金的真金白银，强势认购谷歌。这两件看似割裂的财经核弹背后，到底藏住华尔街怎样的 AI 资本终局底牌？今天我来带你彻底看清，到底是谁在算力繁荣中疯狂失血，又是谁在悄悄搭建未来的算力收费站。先说博通，我们来深度拆解博通这份财报的内核。博通 Q2 营收达到了222亿美元，同比大涨48%，超越了市场预期的218亿。而在获利端，得益单拆股后的轻装上阵，其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达到了2.44美元，同样击败了市场预估的2.40美元。各项核心指标完全可以用卓越来形容。那为什么市场却选择用暴跌来回应？因为在华尔街贪婪的胃口面前，博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保守。在财报电话会上，首席执行官陈福阳并未上调2027财年1000亿美元的 AI 晶片营收指引。对那些预期它能像英伟达一样不断爆出天文指引的投机资金来说，没有惊喜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空。这种预期差直接引发了集中性的获利回吐，这个增速放在整个半导体行业几乎是碾压级别的存在。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份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的财报发布之后，博通的股价在盘后直接暴跌了超过12%。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博通目前拥有约47.4亿股的流通股，每股下跌约63美元，意味着一夜之间将近2980亿美元的市值凭空蒸发。这相当是跌掉了整整一个石油巨头雪佛龙或者2个波音公司的总市值。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懵的，这不科学啊！按照正常的逻辑，财报超预期，股价应该大涨才对，怎么到了博通这里反而变成了暴跌？很多人开始各种找理由，有人说是大盘整体走弱，有人说是 AI 板块集体回调，还有人说是机构故意砸盘吸筹，准备后面再拉一波。但这些说法其实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 N 这份财报好不好，而在 N 市场对博通的预期早就已经好到离谱了。说白了，就是股价早就已经把未来的利好全部提前兑现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就像你参加一场考试，所有人都觉得你肯定能考满分，甚至觉得你能做出附加题拿到110分，结果最后你考了98分。这个分数本身已经非常好了，远远超过了及格线，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同学。但当所有人都预期你能考110分的时候，98分就变成了不及格。博通现在面对的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比如特斯拉，2020年的时候，特斯拉的股价从不到100美元一路涨到了超过800美元，那时候特斯拉的年产量才50万辆，净利润还不到10亿美元。但为什么股价能涨这么多？因为市场预期它未来能年产1000万辆，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能垄断整个电动车市场，所以股价提前把未来10年的预期都涨完了。后来特斯拉的年产量最高达到约180万辆，利润也翻了好几倍，达到了150亿美元，但股价反而从最高点跌了一半还多。为什么？因为利好已经提前兑现了，当预期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就是股价见顶的时候，过去1年博通的股价从约260美元一路涨到了超过480美元的历史新高，涨幅约57%。这个涨幅不仅仅反映了它现在的业绩，更反映了市场对它未来3年甚至5年的业绩预期。市场已经默认博通的 AI 收入会永远保持100%以上的增速，永远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现实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永远维持这种级别的增速。这次博通的财报，所有的历史数据都非常漂亮，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对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指引稍微低砍了部分分析师的最高预期。注意，是最高预期，不是平均预期。博通给出的下一季度营收指引是294亿美元，其实已经超过了市场平均预期的280亿美元。但有一部分非常激进的分析师之前给出的预期是300亿美元，甚至310亿美元。他们觉得博通的 AI 收入应该涨200%，应该涨300%，应该永远给市场带来惊喜。但博通没有做到，或者说博通不愿意给出这么夸张的指引。但是那些抱住极致贪婪预期的投资者就开始疯狂感受，
更有意思的是，这次博通不仅仅是止盈略低，它还悄悄做了另外一件事儿，这件事才是真正让市场恐慌的原因，它缩减了股票回购的规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股票回购对安美股的科技股来说有多么重要。过去5年，博通一共花了超过1000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把流通股的数量减少了超过30%。也就是说，哪怕博通的总利润没有增长，每股收益也会因为股份数量的减少而自动增长30%。过去几年，博通的股价能够一路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一直在大手笔回购自己的股票，把市场上的流通股越买越少，股价自然就水涨船高。现在它突然宣布，本季度的股票回购规模从上一季度的78.5亿美元大幅缩减到了6亿美元。这个动作就等 C 告诉市场，过去那种靠回购推动股价上涨的好日子可能暂时要结束了。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以为博通缩减回购是因为他没钱了，但事实正好相反。截止到本季度末，博通手里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高达196亿美元，而且单个季度就能产生超过1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他之所以缩减回购，其实是在告诉市场，他觉得现在自己的股价太贵了，贵到连他自己都不愿意买了。你想想，连公司自己都觉得股价太高了，那些持有了几年赚了几倍的机构投资者会怎么做？他们当然会赶紧卖掉，落袋为安。毕竟赚到的钱才是自己的钱，账面上的浮盈随时都可能消失。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博通的股价在过去1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回调，也就是说，现在几乎所有持有博通股票的人都是赚钱的，而且赚的还不少。很多长期机构的持仓成本甚至不到160美元，现在股价就算跌了12%，他们依然有超过150%的利润。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发踩踏式的 gain show， 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赚到的利润再吐回去，大家都想抢在别人前面卖掉。AI 市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财报越好，股价跌得越惨的奇怪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利好出尽即是利空。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更清楚了。在1年前以260美元的价格买了100万股博通，总共花了2.6亿美元。现在股价即使跌到了410美元，你的持仓市值依然高达4.1亿美元，账面浮盈整整1.5亿美元。这个时候面对财报后的暴跌，你会继续傻傻守住，幻想住它能像英伟达一样一路飙升到800甚至1000美元，还是会选择落袋为安，把这1.5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稳稳装进口袋？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继续持有，你最多可能再赚2亿美元，但如果市场情绪逆转，你可能会亏掉好几亿美元的利润。这个赌注一点都不划算。博通这一跌，整个 AI 板块都跟住抖了3抖，英伟达跌了3%， AMD 跌了4%，台积电也跌了2%。很多人开始慌了，问我是不是 AI 行情彻底结束了，是不是所有的 AI 股都要开始崩盘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不是。博通的这次暴跌不是系统性的风险，而是市场给过热的 AI 情绪泼的一盆冷水。他告诉所有人，就算是 AI 这个赛道，也不是什么公司都能永远涨下去的。再好的故事也撑不住被提前透支几年的预期。其实这件事早就有预兆了，过去几个月 AI 板块的涨幅已经完全脱离了基本面，很多公司甚至还没有任何 AI 相关的收入，仅仅是因为名字里带了个 AI， 股价就涨了好几倍。这种疯狂的行情迟早是要回归理性的。博通只不过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而已，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真相，那你就太天真了。就在博通暴跌的同一天，还有另外一家科技巨头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整个 AI 行业格局的大事，这家公司就是谷歌。谷歌宣布，它将通过发行普通股、强制可转换优先股及按市价销售计划的方式融资高达80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夸张？这是整个科技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股权融资，没有之一。比之前苹果在2014年融的170亿美元，比微软在2021年融的200亿美元都要多得多。但同样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市场的反应却非常冷淡。谷歌的股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还跟筑博通一起跌了2%。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谷歌是不是缺钱了？是不是 AI 烧钱烧得撑不住了？毕竟过去这么多年，谷歌一直都是公认的现金奶牛，手里永远握住几千亿美元的现金，从来没有缺过钱。现在突然要融这么多钱，确实很反常。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次融资的细节，你就会发现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次谷歌8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中，有100亿美元被伯克希尔哈撒韦通过私募方式认购。伯克希尔分别以折扣价买入了50亿美元的 A 类普通股和50亿美元的 C 类普通股，剩下的700亿美元将通过公开发行和按市价销售计划筹集。也就是说，这次融资根本不是谷歌缺钱，而是这些长线投资者抢注要给谷歌送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巴菲特的决定。这是格雷格·阿贝尔正式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业务之后，第一次拿出这么大的手笔压住一家非苹果系的科技公司。这个信号的分量，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多人可能对格雷格·阿贝尔不太熟悉，他是巴菲特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也是未来几十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掌舵人。他的投资风格跟巴菲特几乎一模一样，极度保守，极度看重长期价值，绝对不会随便乱花钱。过去这么多年，他几乎从来没有投资过任何高估值的科技公司。现在他愿意拿出100亿美元真金白银地买进谷歌的股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他看来，谷歌现在的股价不仅不贵，反而还被严重低估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市场觉得谷歌融资是利空，而格雷格·阿贝尔却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之间的分歧到底在哪里？答案就在 A。谷歌正在经历一场成立以来最彻底的转型，它正在从过去那个轻资产、高利润、每年疯狂分钱的现金奶牛，变成一个重资产、高投入、烧钱如流水的 AI 基建商。过去的谷歌靠助搜索引擎和广告业务躺住就能赚钱，它几乎不需要什么重资产投入，只要维持好搜索引擎的市场份额，每年就能赚进几百亿美元的净利润，然后把这些利润大部分都用来分红和回购，回报股东。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谷歌都是价值投资者的最爱，它稳定，它赚钱，它愿意把钱分给股东。但现在不一样了， AI 时代来了。如果谷歌不能在 AI 时代站稳脚跟，那么它过去赖以生存的搜索引擎业务迟早会被颠覆。你想想，如果以后所有人都用 AI 助手来搜索信息，谁还会用谷歌的搜索引擎？没有了搜索引擎，谷歌的广告业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谷歌现在别无选择，它必须砸锅卖铁，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 AI 的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建数据中心、买芯片、训练大模型、布局 AI agent，每一样都是天文数字的开支。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这是一场持续10年甚至20年的军备竞赛，只要你稍微落后一点，可能就永远追不上了。很多人说谷歌在 AI 上落后了，说 OpenAI 和微软已经把谷歌甩在后面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片面了。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消费级大模型的对决，大家都在比谁的大模型回答问题更准确，谁的生成内容更逼真。但真正决定 AI 时代格局的根本不是谁的大模型更聪明一点，而是谁拥有更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谁能提供更多、更便宜、更稳定的算力，谁就能统治整个 AI 时代。而谷歌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它不是在跟别人抢大模型的风头，它是在搭整个 AI 时代的高速公路，未来所有的 AI 应用，所有的 AI 公司都要跑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而谷歌就是那个收过路费的人，其实谷歌现在经历的跟当年亚马逊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当年亚马逊放弃了电商业务的利润，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 AWS 云服务的建设当中，但是谷歌面临的挑战甚至比当年的亚马逊还要残酷10倍。因为 AWS 对当年的亚马逊来说是纯粹的增量业务，完全不影响其电商主业，而生成式 AI 却是在直接蚕食谷歌每年上千亿美元最核心也最暴利的网页搜索引擎广告基本盘。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左右手互搏，也是谷歌不得不进行的自我革命。虽然市场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只看到谷歌的利润率在下降，却看不到谷歌正在建立的护城河到底有多宽有多深。现在的谷歌就是当年的亚马逊，它正在放弃眼前的利润去赚未来10年、20年的钱，而市场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市场只看到谷歌的利润率在下降，只看到谷歌的开支在增加，却看不到谷歌正在建立的护城河有多么宽有多么深。而且千万不要忘了，谷歌还有 Gemini， 很多人可能觉得 Gemini 不如 GPT， 但你要知道 Gemini 3.5 Pro 马上就要发布了，这次的升级不是简单的性能提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 AI agent 时代的开启。未来的 AI 不再是一个只能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能够帮你处理各种复杂任务的智能助手。它可以帮你写代码，帮你调试 bug， 帮你处理邮件，
帮你安排日程，帮你做市场调研，甚至帮你管理整个团队。它可以自动的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自动的调用各种工具，自动的完成你交给它的任务，而不需要你一步一步的指挥。而在 AI Agent 这个领域，谷歌的技术积累一点都不比任何人差。谷歌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拥有全球最多的用户数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工程师团队。一旦 Gemini 3.5 Pro 正式发布，谷歌很有可能会在 AI Agent 这个赛道上实现对微软和 OpenAI 的反超，但市场现在根本看不到这些，市场看到的只有谷歌不断增加的开支和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所以市场用下跌来回应谷歌的转型。你看，这就是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对维博通，市场把它的未来预期打得满满的，哪怕它只是稍微没有达到最极致的预期，就会被疯狂关售。而对谷歌，市场却把它的未来贬得一钱不值，哪怕它正在做一件可能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的大事，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市场最大的错位，也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最大的机会。市场永远是短视的，它只会看接下来1个季度的业绩，只会看眼前的利润，它看不到3年之后、5年之后这个行业会变成什么样子。而真正的长线投资者就是要利用市场的这种短视，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说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已经明白我对这2家公司的态度了。那么面对博通的深度调整与谷歌的巨额融资，我们该如何构建最理性的防守反击策略？首先，对 M 半导体板块，博通的估值在经历了前期的狂飙后，目前的风险溢价正在重新被市场定价。从估值维度来看，盲目进行左侧交易抄底的潜在风险可能大干收益，更稳健的做法是等待股价在关键均线企稳。其次，格雷格·阿贝尔此次代表伯克希尔·哈撒韦豪掷100亿美元注资谷歌，这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作为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巨兽，伯克希尔正在从传统防守转向对 AI 核心基础设施的深度布局。谷歌的自研 TPU 晶片和其庞大的云端生态正在将其塑造成 AI 时代的算力收费站，就像当年亚马逊的 AWS 一样。对寻求长期确定性的稳健型投资者来说，谷歌在当前估值下的胜率和潜在回报空间显然更具吸引力。现在博通的股价虽然跌了12%，但它依然处在历史高位，而且上面堆积了大量的获利盘，只要有一点点反弹，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卖掉。现在进去，很大概率会被套在半山腰。而且博通现在的估值依然非常高，它的动态市盈率约28倍，市净率约5.2倍。这个估值已经完全反映了它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就算它的业绩继续增长，股价也很难再有大的涨幅了。那博通什么时候可以买？很简单，等市场的情绪彻底冷却下来，等那些投机的资金全部离场，等股价跌到一个真正有安全垫的位置，再考虑分批布局。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观察低位的承接意愿，观察市场的情绪变化，不要急住出手。投资这件事儿，宁可错过，也不要做错。至整个大盘，我觉得6月份大概率会维持震荡行情。一方面，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还在，市场没有太大的下行风险。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这会给股市提供一定的支撑。另一方面 ，AI 板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化，也很难出现大规模的上涨。所以接下来这1个月，不要指望大盘会给你带来什么惊喜，也不要太过悲观，控制好仓位，保持耐心，等待机会就好。而真正的机会其实就在谷歌这里。我觉得现在谷歌的股价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如果股价回调到370美元以下，从长期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舒适的分批建仓区间。只要你是抱住持有3年以上的长线心态，在这个位置布局谷歌，其未来的赢面和潜在增值空间显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为什么这么看好谷歌？第一，谷歌的基本面非常扎实，它的搜索引擎和广告业务依然是全球最赚钱的业务之一。每年能够产生几百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为它的 AI 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就算 AI 转型失败，谷歌也依然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股价也不会跌到哪里去，这就是最大的安全垫。第二，伯克希尔的入局给谷歌提供了强大的信用背书。格雷格·阿贝尔不是傻子，他不会拿100亿美元开玩笑。他愿意拿出这么多钱买谷歌的股票，说明他经过了非常详细的尽职调查，确认谷歌的长期价值远远超过现在的股价。跟住顶级的长线投资者走，
往往不会错。第三，谷歌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几乎是无可撼动的。谷歌现在拥有全球最多的 AI 芯片，最多的数据中心，最强大的算力。未来随着 AI 应用的爆发，对算力的需求会呈指数级增长。谷歌的这些基础设施会变成最抢手的资源，为它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但是，格雷格阿贝尔这笔100亿美金的豪赌背后，真的高枕无忧吗？事实上，在谷歌这张宏伟的 AI 版图上方，此时此刻正悬著3柄随时可能落下的致命利刃，任何一柄都足以让这800亿美金的融资化为泡影。第一柄利刃是技术与代差危机。谷歌的 Gemini 3.5 Pro 面对 OpenAI 的下一代大模型，依然面临著激烈的身位争夺。如果谷歌的 AI Agents 智能体在接下来的1年里无法在消费端和企业端实现大爆发，这800亿美金的资本开支将会退化为科技史上最昂贵的折旧黑洞。第二柄利刃是反垄断的监管断头台。谷歌在搜索引擎和广告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锤。美国司法部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反垄断拆分调查，欧盟也已经开出了历史级的巨额罚单。未来谷歌随时面临被强制拆分解体业务的定时炸弹，这会对股价造成毁灭性的冲击。第三柄利刃则是宏观高利率的抽水效应。在美联储将高利率维持更长时间的宏观背景下，一旦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最先砍掉的就是广告开支，这将直接重创谷歌的防守基本盘。这3柄利刃虽然已经部分反映在谷歌目前相对保守的估值折价中，但其引发的市场波动绝非普通投资者能轻易承受。但我觉得这些风险其实都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了。现在谷歌的股价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坏消息，而那些好消息，比如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比如 AI 基础设施的盈利，比如伯克希尔的长线加持，都还没有被市场反映出来。最后我想跟你说，投资这件事从来都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有耐心，比谁更能看透市场的情绪。很多人在股市里亏钱，不是因为他们选错了股票，而是因为他们太急了，他们总想祝今天买进，明天就能涨停。博通的暴跌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再好的公司，再好的赛道，也有合理的价格。当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也就是你该离场的时候。而谷歌的转型又告诉我们，真正的长期价值从来都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当所有人都在质疑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好的买点。如果你想在这个疯狂的市场里保持清醒，如果你想学会透过市场的情绪看到背后的真相，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拆解那些被市场掩盖的投资机会，帮你避开那些看似诱人的陷阱，让你在投资这条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对了，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你在博通和谷歌之间选一个，你会选择抄底已经暴跌的博通，还是布局正在转型的谷歌？把你的选择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会在评论区跟你继续聊。最后跟大家说清楚，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涉及到金融投资的决定，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寻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出判断。